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喂，张总，您的行程还好吗？海岛的风景美吗？电话那头，行政小姑娘刻意压低的声音透着一丝诡异。恒信的王经理在办公室等了一上午，他说如果再联系不上您，就要直接去董事长那里了。张涛握着手机，海滩上的阳光一时失去了光彩。他为什么找我？出什么事了？小姑娘沉默了2秒，她说：项目作废了。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创科互联的办公室里弥漫着一股不自然的寂静。林默坐在自己的工位上，指尖有节奏地敲击着键盘。屏幕上是他连续工作了3天3夜才完成的系统漏洞分析报告。如果不修复这个核心问题，恒信的整个数据库都存在崩溃风险。他在报告最后一页写道：建议暂缓项目验收，至少需要2周的时间进行底层重构。林总监，张总叫你去一趟他办公室。秘书站在林默的工位旁，声音轻飘飘的。林默点了点头，将报告保存好，起身朝总经理办公室走去。他走过销售部时，李娜正对着手机涂口红，看到林默，嘴角闪过一丝难以察觉的笑意。张涛的办公室里弥漫着浓郁的古龙水味道，他坐在真皮椅子上，手指拨弄着一支钢笔。林默坐，林默坐下，将 U 盘放在桌上。张总，恒信项目的漏洞分析报告我已经完成了，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如果不及时处理。哦，是吗？张涛打断了他，目光甚至没有落在那个 U 盘上。林默，你在公司多久了？3年零4个月。张涛点点头。3年多了，不短了。你的工作能力公司都认可，但是他顿了顿，终于抬眼看向林默。公司最近在进行组织结构调整，经过高层讨论，决定优化一些岗位。办公室里突然安静的只剩下空调的嗡嗡声。你的岗位被优化了。张涛的语气平静的像在谈论午餐菜单。今天下午收拾一下 ，HR 会给你办理离职手续，补偿按照劳动法走，不会亏待你。林默的手指微微收紧，但脸上没有显露任何情绪。张总，恒信项目马上就要验收了，系统还存在严重漏洞，我需要时间交接工作交给李娜就行，她会处理好的。张涛挥了挥手。有什么资料直接发给他，就这样吧。祝你前程似锦。林默站起身，拿起那个装满警告的 U 盘，默默转身离开。他清楚张涛不会看这份报告，也清楚自己为什么会被辞退。恒信这个500万的大单，足够让不少人眼红。办公室门关上的那一刻，张涛拿起电话：李娜，来一下。10分钟后，李娜神色愉悦地从张涛办公室出来，直奔行政经理的位置。小周，订机票，明天一早，张总要带核心团队去巴厘岛庆祝恒信项目。这么突然，行政经理有些疑惑。李娜压低声音，嘴角含笑：林默被辞了，张总心情好，趁着项目验收前放松一下。快点订商务舱5星酒店，张总说了，公司报销。林默站在自己的工位前，将私人物品装进纸箱。周围的同事投来同情的目光，却没人敢上前交谈。他将 U 盘插入电脑，把漏洞分析报告发送给了李娜，然后又想了想，将完整版报告连同修复方案一起单独发给了恒信集团的项目对接人王经理。对不起，王经理，我被公司辞退了，
项目存在的漏洞我已在附件中详细说明，希望贵公司技术团队能够重视。林默在邮件中写道。他收拾好东西，静静走出了创科互联的大门。身后，李娜已经组织起庆祝会议。张涛面带微笑，高谈阔论着如何拿下更多大客户。巴厘岛的海滩上，张涛戴着草帽，举着鸡尾酒，拍下自拍发到朋友圈，努力工作，尽情享乐。井号管理团队旅游，井号商业精英，井号李娜和其他几位高管围坐在沙滩椅上，笑声不断。张总，这次真会选时间，项目还没验收就来度假，万一出问题怎么办？财务总监半开玩笑地说。张涛摘下墨镜，不屑一顾，能有什么问题？合同都签了，系统也交付了。就等着收尾款了。你呀，就是太死板，生意就是这么做的，懂不懂？李娜端着果汁补充道。再说了，林默那个老古板不在了，办事更顺畅。他总是小题大做，搞得客户都紧张。他能力是不错，人力资源总监若有所思，这个时候辞退他，会不会影响项目收尾？怎么可能？李娜笑道。我已经全面接手了，昨天还跟王经理通了电话，一切顺利，所以我一直说李总监是我们公司的红花。张涛举杯，不像有些人，技术再好，不会来事，终究是废物。来，为我们的成功干杯！就在他们举杯庆祝的时候，创科互联的办公室里，行政经理小周正焦急地接听着一个又一个电话。王经理，张总他们出国了，我真的联系不上。是，我知道很紧急，我这就给他们打电话。小周反复拨打张涛的手机，终于在第5次尝试时接通了。张总，不好了，恒信集团的王经理在公司等了一上午，说系统出了严重问题，要退单。什么？退什么单？开什么玩笑？张涛的声音从海滩那端传来，带着明显的酒意和不耐烦。让李娜处理，我们在开会呢。小周咬了咬嘴唇。李总监的电话一直占线。王经理说，如果今天下班前联系不上您，他就直接去找董事长了。他看起来真的很生气，说是什么核心系统漏洞，可能导致数据泄露。电话那端突然安静了几秒。你说什么？数据泄露？张涛的声音骤然清醒。他具体说了什么？他说，他们的技术团队昨晚做了深度测试，发现系统有重大安全隐患，而且林总监之前就提醒过他们，只是贵公司没有重视。他现在要求立即终止合作，退还已支付的300万预付款，还要追究违约责任。胡说八道！张涛大吼，系统明明测试过了，怎么可能有问题？肯定是林默那混蛋搞的鬼。他猛地站起来，你让王经理等着，我们马上回去，最迟明天一早到公司。电话挂断后，小周看着办公室里怒气冲冲的王经理，硬着头皮说，王经理，张总说他们明天一早就回来，希望您不必了。王经理冷冷打断，创科互联连最基本的职业操守都没有，我们恒信不会再合作。律师函明天上午会送到，请转告张总，我们会追究到底。他转身离开，留下一屋子目瞪口呆的员工。技术部的几个人面面相觑。一个年轻程序员小声说，林总监前天不是提交了漏洞报告吗？怎么没人处理？处理个屁！另一个老员工嗤笑，张总哪有时间看这些，人家忙着旅游呢。巴厘岛的航站楼里，张涛面色铁青，一边拖着行李箱快步走，一边对着电话咆哮，你确定是系统问题，
不是林默在搞破坏。电话那头，技术部主管支支吾吾：“张总，我们查了日志，确实存在林默说的那个问题。他上周就在技术例会上提出来了，建议暂缓验收。但当时您说，我说什么了？我让你们解决问题了，你们为什么不解决？您当时说项目进度优先，让我们先完成交付，后面再修补。”张涛恨不得把电话摔了。那现在怎么办？能不能紧急修复？很难。技术主管声音发颤，这是底层架构问题，至少需要2周才能彻底解决。而且什么？而且只有林总监最清楚这个问题的细节，他一个人负责了核心模块的设计。张涛沉默片刻，咬牙切齿地说：“马上联系林默，无论如何把他请回来，条件随便开。”李娜坐在旁边，脸色同样难看。她掏出手机，翻开邮箱，终于看到了林默发来的那封邮件和报告。该死！她低声咒骂。她早就知道了。10个小时的飞行后，张涛一行人顶着黑眼圈回到了公司会议室里。高管们神色凝重，人力资源总监汇报道：林默的电话打不通，发了短信也不回，上门拜访被拒绝了，给他加钱。张涛砸桌子：项目总监升为副总裁，薪资翻倍，已经提了。他说不考虑回来。张涛像泄了气的皮球，瘫坐在椅子上。律师怎么说？恒信要求退单。我们有没有回旋余地？法务皱着眉头，合同里有明确条款，如果系统存在足以导致客户数据风险的重大缺陷，客户有权终止合同并要求返还全部款项。更糟的是，他们还可能因为隐瞒风险追究我们的违约责任。违约责任？那意味着什么？财务总监问道。赔偿。法务叹气，按照合同估算，大概在200万左右。会议室里一片死寂。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吐出已收到的300万，还要再赔200万。张涛的声音嘶哑。至少，如果他们较真，要求赔偿名誉损失，数额会更高。李娜突然想到什么，打开电脑。等等，我收到了林默的邮件。里面有漏洞报告和修复方案，或许我们可以按照他的方案自己修复。技术主管凑过来看了看，摇头：太复杂了，没有他的指导，起码要1个月，而且成功率也不高。1个月？张涛几乎要跳起来。恒信明天就要律师函了。张总，行政经理小周小心翼翼地推门进来。恒信的王经理来电说，他们董事长要求尽快解决此事，避免拖延。如果我们不能在今天给出解决方案，他们明天就会正式发函。张涛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李娜，你去恒信道歉，就说我们出差在国外，刚回来，正在全力解决问题。法务准备协商方案，能少赔就少赔。HR 再去联系林默。他顿了顿，咬牙道：跟他说，只要他回来解决问题，副总裁实缺，股份期权我也可以谈。众人散去后，张涛独自坐在会议室里，脸色灰败。这一仗输得太快了，昨天还在庆祝的500万大单，今天就变成了噩梦。手机响起，是董事长的电话。他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接了起来。李娜站在恒信集团总部大厦的会客厅里，手里的道歉礼品显得格外刺眼。她已经等了1个小时，王经理始终没有出现。王经理让我转告您，前台小姐礼貌而疏远地说，她今天的行程已经排满了，没有时间接待。如果创科互联有意愿解决问题，请直接联系我们的法务部门。
李娜强忍怒意，挤出一丝职业微笑：“请您再帮忙转告王经理，我们确实是有诚意解决问题的。张总已经回国，正在组织技术团队紧急修复，能否给我们一点时间？”前台小姐面无表情：“这个我无法回答，您可以留下联系方式，如果王经理有空，会回复您的。”就在这时，电梯门开了，王经理和几位西装革履的人走了出来。李娜赶紧迎上去：“王经理，你好，我是创科互联的李娜，关于系统问题，我们非常抱歉。”王经理皱眉看了他一眼：“李总监，我们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这个项目我们不会继续了。你们的系统存在重大安全隐患，这对我们来说是不可接受的风险。我们已经在紧急修复了，请给我们一点时间。”李娜急切地说：“张总对这个项目非常重视，我们愿意提供额外服务作为补偿。”王经理冷笑一声：“补偿？李总监，你知道如果我们的客户数据泄露，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吗？”他看了看手表：“如果没有其他事，我还有会议要参加。”王经理，李娜几乎是喊出来的，引得大厅里其他人纷纷侧目。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突然要退单？是不是林默跟你们说了什么？可当李娜听完王经理的话之后，瞬间僵住，手里的手机差点掉在地上。他赶紧打电话给张涛，结结巴巴地说：“张总，出大事了。”张涛得知王经理再次强调退单和追责的事情，以及漏洞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脸色瞬间从得意洋洋变得惨白。王经理停下脚步，转过身，目光锐利：“李总监，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林总监确实向我们发送了风险提示邮件，但那是他的职业操守，值得尊敬。真正让我们决定终止合作的是你们公司的态度。明知系统存在风险，不但不及时处理，反而辞退提出警告的员工，然后全体高管出国旅游庆祝。”他嗤笑一声：“我从业20年，还没见过这样的公司。”李娜站在原地，脸色煞白。王经理的话像一记重锤，击碎了他最后的希望。他拿出手机，拨通张涛的电话：“张总，情况不妙，恒信那边完全不接受我们的道歉，说是我们的态度问题。”“态度？什么态度？”张涛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你怎么跟他们说的？”李娜咬了咬嘴唇：“我表达了我们的歉意和诚意。”但王经理说，他顿了顿，他说：“我们明知有风险，却辞退林默，然后去旅游庆祝，他们无法接受这种合作态度。”电话那端传来一声物品摔碎的声音，接着是张涛的咆哮：“混账！谁把我们旅游的事情告诉他们的？我不知道。”李娜有些慌乱，可能是林默，或者公司有人走漏了风声。立刻回公司！张涛怒吼。HR 那边联系林默怎么样了？还在谈。李娜低声道：“他还是不愿意回来，即使开出了副总裁的条件。”该死的！张涛挂断电话，转向办公室里的人力资源总监：“林默到底什么意思？他想要什么？”人力资源总监面露难色，他说：“他不想回到一个不尊重专业、不重视风险的公司工作。无论职位和薪资如何，他已经收到了3家公司的 offer， 下周就要入职新公司了。他能不能至少帮我们解决这个漏洞问题？作为顾问也行，给他顾问费。”他说。人力资源总监迟疑了一下，他说他已经把解决方案发给了我们技术部，如果我们真的重视，应该自己能够解决。张涛瘫坐在椅子上，一时间竟说不出话来。恒信集团的律师函
准时送达，措辞严厉，要求创科互联在3个工作日内退还全部预付款，并赔偿合同违约金250万。董事长看完后，把张涛叫到了办公室。张涛，董事长的声音出奇的平静。你知道我为什么把你从销售总监提拔为总经理吗？张涛站得笔直，冷汗顺着脊背往下流。因为我业绩好，善于开拓市场。对，但更重要的是，我相信你懂得风险管理。董事长叹了口气，恒信这个单子对我们很重要，不仅仅是金额，更是进入高端市场的门票。现在好了，不仅订单没了，还要赔钱。更糟的是，我们在业内的名声也毁了。张涛低头不语。你知道我今天上午接到了几个电话吗？董事长继续说，3个老客户都在询问恒信退单的事情，都在担心我们的系统质量。坦白说，接下来的半年，我们的新单可能会减少1/3。董事长，我愿意承担全部责任。张涛声音发颤，关于辞退林默的决定是我做的，我没想到会有这样的后果。董事长冷笑一声，辞退林默本身没错，如果他不适合公司文化，那就让他走。错的是你们辞退他的时机和方式，在关键项目的关键节点上不顾风险提醒，贸然行事。更荒唐的是，事情还没处理完，你们就跑去旅游庆祝，这传出去，谁还敢跟我们合作？张涛哑口无言。公司损失的550万，从你们管理层的年终奖金中扣除。董事长的声音不容置疑。至于你和李娜降为总监，试用期6个月，如果半年内公司业绩没有恢复，你们就收拾东西走人吧。董事长挥了挥手，示意谈话结束。张涛蹒跚着走出办公室，脸色铁青。刚回到自己的位置，就看到李娜慌慌张张地冲过来。张总，不好了，财务部、市场部和技术部已经有7个骨干提出辞职了。什么？为什么突然辞职？李娜咬着嘴唇。恒信退单的事情在业内传开了，大家都在担心公司会不会裁员或者发不出工资。更糟的是，有人传言说我们故意隐瞒产品风险，行业内已经有不少公司开始挖人了。张涛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揉着太阳穴，让他们稳住，公司不会裁员，也不会拖欠工资。至于风险隐瞒，那完全是误会，我们只是……他突然卡壳了，不知道该如何解释。张总，李娜欲言又止。还有一件事，林默入职的那家公司是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晨曦科技，他们已经在朋友圈宣传说挖到了行业顶尖人才，还暗示会接手恒信的项目。张涛猛地站起来，眼中闪过一丝怒火。他是故意的，一定是他从一开始就计划好的，先挖坑让我们跳，再转头投奔竞争对手。我不这么认为。人力资源总监从门口走进来，神色凝重。根据我们的调查，林默是在被辞退后才收到晨曦的 offer 的，而且他在离职当天就发邮件提醒我们系统风险。如果他真想害公司，完全可以不说。张涛无力地摆摆手。那现在怎么办？公司都快散了。人力资源总监递过来一份文件，这是我和技术部讨论后制定的紧急方案。首先，我们需要安抚现有员工，尤其是核心骨干，适当提高薪酬，留住人才。其次，技术部需要全力修复恒信项目的漏洞。虽然订单没了，但系统可以作为我们的标准产品，避免类似问题再次发生。最后，他顿了顿，我们需要反思管理层的决策流程，
避免再出现这种因为个人喜好或者短视决策导致的重大失误。张涛接过文件，机械地点头，按你说的做吧。对了，董事长刚才找我谈话了，我和李娜被降职了，总监级别，试用期6个月。李娜惊呼一声，脸色刷白，就因为这一次失误，这太不公平了，不公平。张涛苦笑，我们辞退林默的理由是什么？还不是因为他不懂人情世故，不会来事。如今他凭真本事去了更好的平台，而我们因为会来事，把公司搞得一团糟，这就是最大的公平。办公室里陷入沉默，只有空调呼呼的声音。3个月后，创科互联的大门口，一辆黑色轿车停下，林默从车上走下来，身旁跟着晨曦科技的 CEO 和恒信集团的王经理。前台看到他们，赶紧打电话通知张涛：“各位好，欢迎光临。”张涛快步走出来，脸上堆满笑容：“林总监，别来无恙啊。”张总监，林默淡淡的纠正，目光平静，没有讽刺，也没有得意。好久不见。张涛的笑容有些僵硬，但还是做出热情姿态：“请进，请进。会议室已经准备好了，李总监和我们技术团队都在等着呢。”会议室里，李娜和技术主管已经入座，看到林默走进来，李娜眼中闪过复杂的情绪，但很快调整好表情，起身问好。晨曦科技的 CEO 微笑着开口：“感谢创科互联同意这次会面。”我就开门见山地说了，恒信集团的王经理向我们提出了战略合作请求，希望我们能接手之前的数字化转型项目。考虑到系统的一部分是由创科互联开发的，我们想探讨一下技术交接的可能性。张涛挤出笑容：“当然，为了客户的利益，我们愿意全力配合。”林默打开笔记本电脑，根据我对系统的了解，核心漏洞在数据加密模块和身份验证层。晨曦已经开发了替代方案，但需要创科互联提供原有系统的接口文档和数据结构说明，这样可以确保平稳过渡。技术主管点头：“没问题，我们已经准备好了相关资料。”太好了，晨曦 CEO 笑道：“如果一切顺利，我们可以在1个月内完成系统交接和重构。当然，创科互联提供的技术支持，我们会支付合理的咨询费用。”张涛眼前一亮：“咨询费用？”“是的。”王经理开口，考虑到之前的事情，恒信决定适当补偿创科互联的损失。虽然合同终止是因为系统问题，但你们最近的积极配合，我们还是看在眼里的。会议结束后，张涛将林默单独留下。林默，他的语气少了往日的傲慢，多了几分诚恳。这次多亏了你从中协调，否则我们连咨询费都拿不到。林默平静地看着他：“张总监，我只是做了分内的事。系统是我设计的，我有责任确保它正常运转，无论是在哪家公司。”张涛苦笑：“你真是没变，还是那么较真。说实话，那天辞退你是我太冲动了。现在想来，如果当初听了你的建议，结果会完全不同。也许吧。”林默站起身，整理文件。不过现在说这些已经没意义了。对了，听说创科最近在转型，开始重视技术研发了。张涛点头：“是啊，董事长痛定思痛，决定调整公司战略，减少对单一大客户的依赖，转而打造自有产品。李娜被调去负责内部培训了，我负责中小客户，大客户由新来的副总裁负责。”林默微微颔首，没有多说什么。张涛犹豫片刻，
终于问出口：“林默，你在晨曦过得好吗？”“还不错。”林默拿起公文包，他们很尊重专业意见，决策过程也很透明。张涛叹了口气：“晨曦现在是行业黑马，人才济济，你在那里肯定大有可为，不像我们，因为一时糊涂，把最好的人才推出了门。”林默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满脸落寞的张涛：“每个选择都有代价，张总监，我的代价是放弃了3年的付出和人脉，你们的代价是失去了信任和机会。但无论如何，生活还要继续，公司还要运营。”他顿了顿，祝创科互联早日走出困境。张涛看着林默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久久不能平静。从窗口望去，林默已经走出大厦，阳光洒在他肩头，那背影挺拔而坚定，丝毫不见当初离开时的落寞。会议室里，李娜收拾着文件，看到张涛的表情，忍不住问：“林默说什么了？”张涛摇头：“没什么，只是祝我们好运。”李娜冷哼一声：“他现在春风得意，当然可以大方了。听说他在晨曦年薪翻了1倍，还有股份，人家有真本事，值这个价。”张涛苦笑：“不像我们，靠关系和拍马屁，到头来还是要靠实力说话。”李娜一愣，没有反驳。她突然问：“张总，你说我们当初为什么要辞退林默？就因为他不会来事，不懂拍马屁？”张涛沉默片刻，摇了摇头：“因为我们害怕有人比我们更优秀，害怕自己的位置不保，害怕被比下去，所以宁可除掉威胁，也不愿意正视自己的不足，结果反而把自己搭进去了。”李娜自嘲地笑笑，真是讽刺。张涛望着窗外，那辆载着林默离去的黑色轿车已经消失在马路尽头。他轻声说：“这就是职场，也是人生。谁都想走捷径，但到头来还是能力和品格决定高度。”李娜整理好文件，走向门口：“张总，下午3点有个小客户要来谈合作，你要一起参加吗？”“当然。”张涛收起思绪，挤出职业笑容：“再小的客户也是客户，我们现在需要重新积累信誉和口碑。”他跟着李娜走出会议室，背影不再像从前那样趾高气扬。创科互联的大楼里，新的一天开始了。没有人知道未来会怎样，但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学着承担选择的后果。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